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深刻阐明了中美确立正确相处之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一天，习近平还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而作为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回访，从26号开始，王毅将访问美国3天。还有哪些信号显示中美关系止跌企稳？来看看报道。10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是全球前2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双方利益交融十分紧密。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成果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就是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习近平愉快地忆及曾经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形，介绍了中国绿色转型以及有关地方发展情况。习近平指出，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汇聚各方力量。纽森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发展取得非凡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重要。美中关系事关美国的未来，也关乎人民的幸福。地方交往是美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华人为加州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加州一直是美国对华合作的重要门户。我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美中关系应该秉持的原则，愿本着同样精神，推动加州加强对华交往交流，密切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州愿做中国长期稳定强劲的合作伙伴。10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贺信中，习近平对该委员会一直以来积极致力于推动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表示赞赏，对基辛格博士获奖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作为2个世界大国，中美能否确立正确相处之道，攸关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同美方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2国，惠及世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在1966年由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共同发起成立。1972年的乒乓外交就是该委员会推动的。目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已发展成为开展中美间公共政策交流的最主要组织，是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推动者。当地时间10月24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在美国纽约举行。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应邀出席，现场宣读了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谢锋表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不意味着要推倒重来，更不应该开历史倒车。当前中美关系仍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持中美交流合作的力量从未缺席。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晚宴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向美前国务卿基辛格颁奖，以表彰其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从1971年至今，基辛格访问中国已超过100次，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在他的100岁生日之后不久。习近平当时在与他会见时表示，中国人重情义，不会忘记老朋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熊礼立对深圳卫视表示，加州州长纽森访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颁奖晚宴也如约而至。这些消息都体现出，在中美竞争之下，呼唤2国关系改善的外界期待一直都十分强烈。代表目前美国政界到社会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非常希望呢与中方加强合作，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它对于中美关系止跌回升、重新转暖一种迫切的期待。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受到外界高度关注。24号，中美经济工作组在2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主持下，以视频方式举行第1次会议。双方就2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双边经济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等议题进行了约2小时的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路透社指出，这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终止中美定期交流机制后，中美时隔5年恢复定期经济对话，进一步释放出2国关系改善的信号。
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后，中美商定成立经济工作组、金融工作组、商业问题工作组3个经贸领域工作组。现在经济工作组会议首开，相信接下来金融和商业的会议也将按计划推进。这3大工作组有助于在机制层面务实推动解决问题。就在首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前一天，在美国艾奥瓦州举行的中美可持续农业贸易论坛上，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透露，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商代表团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框架协议，涉及大豆、玉米、高粱和小麦。这是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签署美国大宗农产品采购框架协议。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也参加了这次论坛，他表示，去年中美农产品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大关，中美农业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当前中美关系仍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中美深化农业合作必须停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中美3个工作组已经开始运作了。它表明中美双方在传统的政治和安全领域之外是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要呈现根本性的好转，说到底呢，还是需要美方能够摒弃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习近平主席强调倾城汇融的周边外交理念，您认为重要意义在哪里？确实现在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既有分裂对抗之危，也有团结合作之机。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务实抉择。从最近来看百年变局有2大新的变数，即2场极具破坏性的战争。一场呢是俄乌冲突，还处于僵持状态，没有马上停火的迹象；另一场呢是刚爆发的巴以冲突，正处于升级之中。2场战争都是全球变局的负面发展，而且变数很大。而同时呢，从10月到年底，中国主导或将要参与的峰会，第一个就是刚刚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特别是期间的中俄峰会；第二个是11月马上要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3个是中日韩首脑峰会；第4个是中欧峰会。大致呢都在年底举办。这4大峰会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主要优先方向，即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周边外交。而这次呢，习近平主席尤其强调要秉承亲城汇融理念，从周边外交及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做起。大家经常强调的中美相处之道，其实也是从我们的周边一步一个脚印的开始做起的。周边的事情做好了，中美相处之道就会有比较好的空间和环境。而且呢，针对美欧阵营对抗等负面的做法，中国坚持的亲城汇融周边外交理念还具有很强的正面外溢效应，具有化解矛盾、降解冲突的作用。